会的，你确定这把刀现在属于我了？我发誓，概不后悔。好。可靠消息：南城首富杨长生得了厌食症，数日未曾进食，广招全球良医为其治疗。什么？爷爷不见了？爷爷说要自己走走，不让我们跟着。一群废物！你们是怎么办事的？我爷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让你们全部陪葬！小姐，当下最重要的是找到老爷，且不能让大公子得了先机。所有人给我听着，就算把南城给我翻遍了，也要把爷爷给我找到！母娘啊，我终于恢复了功力。什么命呀，这么贵？什么呀？太不值了吧！金子做的吧？这么贵，这是谁吃？不讲价，爱吃吃，不吃就走，别打扰我做生意，好不好？好香的味道啊！后生，能给我来一碗吗？你可看好了，明码标价。没问题，只要是你能让我吃得下去，再多的钱都行啊！你等着。趁热吃，功效最好。功效？哎，什么功效啊？吃了你就知道了。我尝着味道了，我浑身都是力量，仿佛又年轻了30岁啊！老板，这是一碗什么面？简直是太神奇了！这是一碗价值999的面。老头啊，您不会是没钱来我这吃白食吧？我刚才出门太急了，忘了带钱了。不过小伙子，你放心，容我打个电话给别人，别说是999了，就是999万，我都给得起呀！吹牛谁不会啊？赶紧给！城管来了！小伙子，别走啊！小伙子！老头，谁让你在这吃东西的？爷爷，可算是找到您了，吓死我了！百亿总裁杨小姐，难道她是南城首富杨长生？走。爷爷，您能吃东西了？菲菲，若不是这一碗面，我怕命不久矣。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找到那位恩人，别说这碗面999，就是999万，也在所不惜。给我查，半小时之内，我要知道这个救了我爷爷男人的全部信息。还好我跑得快。怎么开车的？神经病吗？厨神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你认识我？我李鸿飞愿出10个亿，请厨神出山，为我做一道宫保鸡丁。才10个亿，还想请厨神出山？李鸿飞啊，李鸿飞，你也太高估自己了吧！我唐宗明愿出100个亿，请厨神帮我做一道辣子鸡。马志，你没想到我摔下去没死吧？今天起，我将金盆洗手，不再参与厨神争霸。这4大厨具，我将赠予有缘人，并不会赐予你，马志。师傅，为什么呢？先学会做人，再学做菜。我哪里做错了？菜可以做的不好吃，但人不可以做的不端正。你借着我的名义四处敛财，
净走歪门邪道，我留你不得了。走吧。谢师傅教育之恩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师傅，是你逼我的，你将神诀传给我，不就行了吗？是你自己害了你自己，把他给我扔到山崖去。过年了，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今日见我之事暂且保密，等我寻回4大厨具，夺回了功力，自会去找马之清算，夺回厨神之位。到时候你的宫保鸡丁、辣子鸡，先等着吧。是，厨神。啊，完了，忘了该去接诗诗放学了。完了！杨总找到那个小摊贩了，在哪儿？在新兴国际幼儿园接小孩。马上备车。是。臭摆地摊的！今天你女儿刚在学校打了人，我们园可不欢迎你这样的人，赶紧带着你的女儿滚！诗诗，爸爸，是他先骂我没娘养的。爸爸知道了。啊，听见了吧？是他先骂的人。再说，他犯的错，凭什么让我们滚呢？那又怎么了？你们家能跟程程家比吗？程程的爸妈可是上流社会的精英人士，程程的爸爸可是云霄集团的副总经理，你能跟他们比吗？你身为一个老师，就是这么给人分高低贵贱的是吧？这个社会本来就有高低贵贱，自己生的穷贱就得认命。哎呀，我的宝贝程程，这是怎么了呀？出了什么事了？王夫人，王先生，今天程程被地摊女儿给打了。程程，这要是毁容了可怎么办呀？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们幼儿园怎么回事？怎么什么货色都能上学？你不知道他们身上有什么病毒、脏东西吗？王先生，您息怒，我现在就让他们滚。哎，他先骂人的事，你是只字不提啊！啊，真是给人狼狈为奸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什么档次？别说我儿子骂你，在你头上拉屎那都是你的荣幸。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让你在南城混不下去？我去你大爷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你还敢打我？我现在就让你走不出南城！说谁下三滥呢？杨总，您来了。杨总，难道他是云霄集团的总裁，南城首富杨菲菲啊？没想到你把他叫来了，这下这个地摊佬死定了。杨总，您来的正好，这个地摊佬的女儿打了我儿子，您一定要为我出这口气呀！把这家幼儿园给我收购下来，让他立刻给我滚！啊！通知人事部门把王博浩革职，通知业内永不录用。杨小姐，为什么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是说我杨菲菲的恩人是下三滥的东西吗？杨总，我不知道，我要知道，您给我1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这么做呀。是他，就是他，都是他害的。爷，您替我给杨总求个情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没了这个工作呀。你刚才说的对，咱们不是一个档次。让他们消失。我们认识吗？先生，您忘了吗？在1个小时之前，有一位老者在您这儿吃了一碗面。你是那个老赖的孙女吧？啊，老赖，先生您误会了，我的爷爷是南城首富杨长生。南城首富？先生，您救了我爷爷，无论您提出任何条件，只要我杨菲菲办得到，绝不推辞。当真什么条件都行？该不会是想让我以身相许吧？帮我找到4大厨具。啊？您是说传奇厨神的4大厨具：龙鸣菜刀、虎啸锅铲、凤舞火炉、
和星鼎玄锅吗？没错。这4大厨具下落不明，恐怕是不好找。算了，本来也没指望你能找得到。诗诗，咱们走。韩先生，虽然我不知道4大厨具在哪儿，但是我知道疑似龙明菜刀的下落。在哪？东德酒楼。东德酒楼千万挑战帖，如果能成功挑战我楼名厨蒋大厨者，哇，赏金1000万，获本楼镇楼之宝。想必就是龙明菜刀了。又有不知死活的来了。这是第1、2、3、第6个来撕帖的人了。是谁撕的挑战帖？是我。你是哪家名厨？怎么着？上门挑战现在还需要身份？那倒不必。不过挑战费嘛，我这儿要100万，你这儿有吗？看他不像厨师的样子，也敢来挑战名厨？对呀对呀，没意思没意思。走吧。没有就赶紧滚，别浪费我们时间。这不是你的废物前夫吗？不好好摆你的地摊，来这儿干嘛？要你管？妈妈，你不要这样说爸爸好不好？谁是你妈？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叫我妈，听不懂吗？妈妈，诗诗做错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不要我了？梦玲，你还是人吗？你抛弃我就算了，她可是你亲女儿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这个废物！当初要不是我爸逼我嫁给你，我会生出这个拖油瓶啊！干嘛？想打人啊？只能怪你自己没本事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你老婆玲玲真不错。得了，军哥，跟这个废物废什么话？咱们今天来是挑战蒋厨的，可别耽误了时间啊！不过我真的很好奇，像你这样的废物来这里干嘛？蔡先生，他也是来挑战的。像这样的地摊货也能挑战名厨啊？果然是来捣乱的。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你知道挑战费要多少钱吗？100万呢，摆一辈子地摊都不够的。这样好了，你现在就给我跪下，认个输什么的，我给你几万块怎么样啊？谁说他没有的？哟，杨小姐，杨小姐，您好啊！寒暄的挑战费我出了。杨小姐，恐怕你还不太清楚，这就是个地摊货，让他挑战名厨，有点让人笑掉大牙了吧？就是，杨小姐，他就是个废物，根本不会做菜。我愿意。怎么，有问题吗？当然可以，凡是能拿出挑战费的，我们欢迎。杨小姐，里边请。他是怎么巴结上杨小姐的？无所谓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。本月共有4名参赛者挑战蒋厨，分别是玉龙门沈正阳。据说这沈正阳师从名门高大师，一手飞燕刀功，精妙绝伦呐。至尊厨门蔡骏。据说蔡骏深得至尊厨门真意，精通各种菜系，善于创新，可以将普通的食材烹饪出令人惊叹的味道。还有我东德楼厨师长刘峰。挑战帖3个月了，目前还是没有人能过得了刘峰这一关。他可是蒋厨的关门弟子，不论是刀工火功，那都是堪称一绝呀。普通厨师韩轩。这人谁呀？这人谁啊？就他也妄想挑战名厨？还是老规矩，要有挑战蒋厨资格者
必须要过厨师长刘峰这一关，刀工、火功、颠勺，评分最高者获挑战资格。有请我们高锦石师杨艳夫人。这次沈正阳最有希望。我看好蔡俊。第一关，刀工，在1分钟之内把豆腐块切成丝状，并且丝丝能穿针。爸爸加油！他怎么还不开始啊？1分钟之内没有完成，直接淘汰。不愧是至尊厨门的代表啊！好快的刀工，好快的速度！寒暄，你该不会连刀都不会拿吧？回去摆摊儿吧，别在这儿丢脸了。还有5秒。好厉害的刀工！这不会是特效吧？时间到。寒暄，这是切了个寂寞吗？以为是个王者，结果是个青铜，青铜都不如，就是个废物。我差点儿以为就是厨神的御空刀法，你 out。慢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仅用了5秒，而且还是在空中完成了豆腐丝。他是谁啊？不可能啊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我宣布第1轮刀工，寒暄满分。花里胡哨，我就不信你真的会做饭。第2轮火攻。火攻是考验一个厨师控制火候的本事，要运用内功，在1分钟之内快速加热火焰，使食材能够成熟，并且保留食物的美味。刘峰的清火目前无人能敌，他这1轮，这3人都要输了。我技不如人，我弃权。哼，就这。蔡俊居然是蓝火了，没个20年的功力是不可能的，天才，绝对是天才。哼，寒暄，拿什么跟我斗啊？当厨师可不是只会切菜就行的了。寒暄，你有内力吗？看来这一关蔡俊秒杀全场啊！这都蓝火了，你还不死心？火都没点，闹着玩呢？什么？凭空点火？这不可能！是青蓝，至少得有30年的功力才能催成啊！他能在1分钟之内使食物达到2个小时的火候啊！青蓝火绝世天才啊！就连一些名震天下的厨师也不过是青蓝火。怎么可能呢？明明是个废物，怎么可能有青蓝火？这是作弊！据说有人用特制的燃烧材料涂抹在手上，无色无味，却能够改变火焰的颜色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他一个摆地摊的，怎么会有青蓝火？他一定是在作弊。连我苦练10年内功都只能达到青火，他年纪比我小，怎么会有青蓝火？是有一种燃料能够改变火焰的颜色，不过这假火可经不起检验。这么说来，他肯定是作弊了。寒暄，你要是真的这样投机取巧的话，那就是自取其辱，明白吗？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蓝火。仅用了2分钟，便将半小时才能煮好的米饭熬好，不愧是名厨啊，炉火纯青。哟，寒暄，怎么不敢动了？怕不是被拆穿的？果然是假的。30秒！切，诗诗，你爸爸好厉害，爸爸最厉害啦！30秒，比蔡俊足足快了1分半。难道他真的会青蓝火？怎么可能是真的？他明明就是个废物。你是在质疑我的判断吗？不敢。我宣布，本轮寒暄满分。满分？
看来我现在的功力只恢复了30%啊！哼，少在这装蒜了，韩轩。就算你有秦来火，又如何？看来得拿出真功夫来。第3轮，接手！本局平分。啊？这怎么可能是平分？看来这人还真有两下子啊！我宣布，获得名厨挑战资格的是蔡骏。蔡厨技高一筹，我甘拜下风。虚张声势，还不是输了？不愧是至尊出门的，果然厉害。凭什么韩轩无论在刀工还是火攻上都赢了刘峰？凭什么他就没资格？凭什么呀？就凭他是个摆地摊的，难登大雅之堂。就凭他也配吗？着什么急？我还没有宣布完呢。什么？同样晋级的还有韩轩。什么？居然能一次有2个人获得挑战资格，这从来没有过的呀！我不服，我怎么会输给一个地摊佬？能踩着沈正阳、刘峰上来，就算失败，那也是名声大噪。对呀，他明明就是个废物。当年他在我家烧柴，我爸肯定是偷偷教他基本功了。但是蔡哥，你放心，我爸还没来得及教他做菜，就中风了。原来如此，哼，那也不足为惧。蒋厨到，一群废物，连一个地摊佬都干不过。这就是10大名厨之一的蒋大厨，他曾经以一条烈火红烧鱼赢得了10大名厨的称号。据说他烧的菜能让人感觉到澎湃的力量，就像是打了激素一样。今天有好戏看了，据说赢了蒋厨有1000万奖金，还有神秘的镇楼之宝。来人，取镇楼之宝。据说镇楼之宝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龙鸣菜刀啊！龙鸣菜刀，那必须是我的。我可赢到了。本次挑战，每位选手自备食材做一道菜，评分最高者得1000万奖金、镇楼之宝。本次评审石狮大人杨艳。我很期待这一次的对决。龙鸣菜刀，我今天势在必得。飞龙刀是6大名刀之一的飞龙刀哎！看来要拿点真功夫出来了。来人！36怪刀之一，双斩刀。一把飞龙刀，一把双斩刀。韩轩，这你还怎么比呀？对付你们呢，一把杀猪刀即可。他是来搞笑的吗？哎，韩轩，要不我自掏腰包，给你买一把菜刀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。韩轩，今天你要是赢我，我就把这飞龙刀送给你。我去，玩这么大啊！蔡哥，你这……但是今天你要输了，就从我的胯下爬出去。蔡哥，你真够坏！韩轩，咱们不跟他赌。怕了什么？哼，现在认输确实还来得及。行，切了。好，这是你说的，大家都听好了。虽然他的刀工和火力跟蔡骏相差无几，但是蔡骏有名刀加持，这下他必定输定了。杨姐姐，我爸爸会输吗？诗诗，相信你爸爸。比赛开始。这是龙胆鱼？难道蒋大厨要做他的拿手绝活火焰烤鱼吗？你们输定了。准备这么多高级食材，蔡骏是要做佛跳墙？鹿死谁手，这还不一定呢。杨小姐，可否将你手腕上的珍珠借我一颗？谢谢。白菜，韩轩，你不会要做一道水煮白菜吧？这完全没法和另2位比呀。韩轩，我劝你还是别在这丢人现眼了吧。请各位选手在30分钟内完成，超时者淘汰。不愧是名厨，好刀工。用珍珠白菜，我看你能煮出什么花样。时间到。
这不就是清水白菜吗？我以为他多厉害呢，一番操作猛如虎，一看战绩250。不就是水煮白菜吗？白什么蒸什么汤啊？看来有人要提前出局了。这种人给他机会，他也不中用啊。现在我们3位选手已经将菜做出来了，有请我们的石狮大人杨艳品尝。色香味俱全，这就是至尊佛跳墙。太鲜了！我仿佛置身大洋彼岸，迎面吹来浓郁的海风，仿佛身处于夏威夷的浅海，与海鲜融为一体。这至尊佛跳墙用10几种鲜料一起熬制，在这蓝火的猛烧下，仅用了20分钟。就将这几个小时的食材都融入汤中，哎呀，此乃上乘品呐！有没有这么夸张啊？的确是上乘之品，如此年轻便能做出至尊佛跳墙，未来可期呀！寒暄，看到没有？这才叫菜！你那水煮白菜，喂猪都嫌素啊！石狮看了都没有胃口，甚至是懒得尝试一下呀。都说了，这就是来丢人现眼的嘛。有幸能尝到蒋大厨的火红烧鱼，真的是名不虚传呐。这个品相极佳呀。蔡军，你的至尊佛跳墙可谓是上乘，但我师傅的这位火红烧鱼可谓是极品呐！太好吃了，外酥里嫩，表皮酥脆，肉质鲜嫩，这简直就是极品菜肴啊！我仿佛获得了无穷的力量，这几天的熬夜疲倦都消失了，身体像充满电了一样啊！真的能获得力量吗？这太厉害了！这怎么可能呢？凭着刀工，我们蒋大厨把鱼刺全都剔除开背，所有的佐料全都融入了其中啊！这堪称是一绝呀！所以，我宣布，本轮的获胜者是……慢着！我的这道菜，你还未品尝，就要急着评判，这未免太不公道了吧？就是。这不公平，这还用试吗？看一眼就知道高下立判了。真是自讨没趣呀！就你这水煮白菜，怎么能跟至尊佛跳墙和大厨的火焰烤鱼比呢？我都没资格，别说是你了。汉轩，我师傅做的是极品菜肴，蔡俊做的是上乘制品，你做的是啥？垃圾食品吧？看来石狮也不过如此吧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所谓的高级石狮，也不过是目光短浅的井底之蛙。寒轩，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？跳梁小丑，赶紧滚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看来所谓的什么比赛，根本就放不上台面。寒轩，我们走，我会把今天的事全部公诸于世。石狮大人，杨小姐，咱们还是不要得罪为妙，不如你尝尝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不自量力，我就尝一尝你的清水白菜汤。寒轩，你这就是在自取其辱呀！不见棺材不落泪，自讨苦吃啊！尝不出什么味道吧？清水白菜能有什么味道？石狮大人，您别再吃了，小心吃坏了肚子啊！我最讨厌别人在我试吃的时候指指点点。
对不起。诗诗大人他好像变年轻了啊！这是真的，真的可以让人变年轻啊！啊，这不可能啊！这汤能让人青春永驻，能让人返老还童啊！真的吗，寒暄？你能给我做这道菜吗？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真的能让人容貌年轻10岁吗？绝对称得上是绝品菜肴啊！这我以为是我的错觉，看起来好像真的变了一个人啊！爸爸好厉害！诗诗大人，他肯定在食物里下了药啊，一定是作弊。你在质疑我？好一道养颜珍珠白玉汤啊！这是用极品的珍珠碾磨成粉，再用内力激发出了珍珠的美容功效，完美的融合在白菜汤里。这看似简单，实际非常的考验厨师的内力啊！请受我杨艳一拜。什么？连诗诗都给他下拜？这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就是啊，我宣布，这一次的获胜者是寒暄。耶耶！爸爸真厉害！能做出这道菜的，最起码是顶级厨师了。凭什么？这是厨艺比赛，又不是什么旁门左道，让你年轻几岁，这就可以了吗？你不服？我就是不服！那你就给我憋着！能做出这种级别的人，一定是大师级别。蒋某甘拜下风。师傅，他肯定是投机取巧啊！给我滚犊子吧！技不如人不丢人，死不承认才丢人。站住！韩轩，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，真这么牛，摆什么地摊儿啊？就是，亲爱的，我们走。人可以走，但刀留下来。我他一个头给你个包！哎，韩轩，做梦吧你！就你也想要蔡军的飞龙刀啊？那可是至尊门的名刀哎，你也配？怎么，是想赖账了？蔡军，你该不会是输不起吧？没人能在我杨艳的眼皮底下赖账。至尊厨门不会输不起吧？韩轩，你给我等着！还算不错，用来切配菜，足够了。用名刀切配菜，太狂了吧！恭喜韩先生，挑战成功，这是奖金1000万，请笑纳。镇楼之宝呢？难道韩先生是想选镇楼之宝？没错。韩轩，我还以为你变聪明了，没想到还是傻。真以为镇楼之宝就是传说中的龙鸣菜刀了？虽然镇楼之宝疑似龙鸣菜刀，但也只是疑似，没准他在开盲盒。哼，果然是个傻子。要真是龙鸣菜刀，可能给你吗？不过就是个噱头，吸引我们这些傻子花钱来挑战而已。韩先生，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不后悔？少废话，赶紧拿去。韩先生，我可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镇楼之宝很可能只是个噱头，它流失不见，未有人见过呀。这要是龙鸣菜刀，东德楼能不知道吗？这肯定是噱头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花1000万买一把废铁，提前恭喜你了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真有龙鸣菜刀给你啊！韩轩，这可是你自己选的，拿着你的废刀赶紧滚吧！我已经提醒过你了，你怎么还是执迷不悟啊？你们东德楼简直欺人太甚，拿一把废刀当宝物。杨小姐，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这可是在厨神的家乡寻来的。说不定他还真是一把宝刀啊！就是，我们9楼可没逼他，是他自己非要。你们虚假宣传！我们从未说过这镇楼之宝
就是龙明菜刀，只是疑似。杨小姐，这算不上是虚假宣传吧？是你们自己贪心不足，蛇吞象。韩轩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找到真正的龙明菜刀。不用了，这就是龙明菜刀。阿轩呐，我看你这个不就是掩耳盗铃吗？这废刀能是龙明菜刀？要是龙明菜刀，我把桌子给吃了。你说是就是吧，我们也不拦着你。换作是我，肯定选那1000万。掌柜的，你确定这把刀现在属于我了？我发誓，概不后悔。好。刚才是不是有条龙飞上去？这真是龙明菜刀啊！我知道。这难道真是传说中的龙明菜刀？没想到龙明菜刀竟真的隐藏在这废刀之中。韩轩，这把刀我用5000万跟你换如何？5000万就想换绝世神具，真敢开口？那我出1个亿，1个亿够你这辈子潇潇洒洒了。不卖！这刀明明就是东德楼的，你还想抢别人的不成？没错，我们东德楼可说赠予你这把刀啊，速速留下。早知道你们要玩这一招，刚才掌柜的可是亲口说了，概不退还。我说的可是那把废刀，不是这龙明菜刀。韩轩，怀璧其罪，我劝你这把刀还是留下。我要说不呢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来人，给我上！韩轩，小心！天哪，好厉害啊！龙明菜刀果然不凡呐！韩轩，你敢在我这动手，找死！师傅，救我！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不服的，一起上啊！东德楼是输不起吗？秦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真的是秦小姐，她还是御厨房的千金，据说还是当代厨神马志的未婚妻。怎么，这么多人亲耳听见你将刀赐给韩轩，想反悔，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？秦小姐，误会了。秦小姐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问你了吗？御厨房秦若雨，当年那个小丫头啊，居然长这么大了。今天我就把话放在这儿，谁要是跟韩先生过不去，就是跟我御厨房过不去。还有我杨家。刚才是谁要说吃桌子来着？韩先生，若雨刚见您大展身手，我想邀请您参加10日后的厨神争霸，不知可否？什么？厨神争霸？那可是3年1度才有的顶级赛事啊！只有名厨、大师厨、特师厨才有机会接受到御厨房的邀请啊！阿轩，会做点菜，有龙明菜刀就了不起是吧？可以目中无人了啊！就凭他手上这把龙明菜刀，就凭我是御厨房的掌事人，你觉得他有资格吗？谁有意见，给我憋着！请问，马志会参加吗？马先生是上届厨神，自然会参加。帮我转告他，让他洗干净脖子，等我。这人太狂了吧！当代厨神是你能够挑战的吗？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厨神争霸赛都是大师，到时候别丢人现眼啊！韩先生，需要获得本次冠军才有资格挑战上一任厨神，一旦成功，将成为新的厨神。好，那就等我10日后得到冠军，咱们再见。诗诗，咱们走。韩轩，等等我。为什么我感觉他好像有点熟悉，像是韩哥？爸妈，这位便是至尊首席弟子朱光，正是他为爷爷做了10天的料理，治好了爷爷。朱先生，真不愧是名师出高徒，
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就厨艺高超，治好了我家老爷。真是厉害，居然仅靠料理便治好了杨老爷子的厌食症啊！据说这朱光的功力，就连许多名厨都不如。我师兄要是真的想争的话，早就成名厨了。杨夫人，我师兄为了治好杨老爷，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啊。朱先生，请放心，我们杨家必有重谢。杨老爷德高望重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。爷爷什么时候是你治好的了？可真敢说！杨菲菲，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朱先生治好了爷爷，难道是你不成吗？菲菲，你日理万机的，还以为你这大忙人不会来了呢。你说你也是，爷爷病得这么重，你却一天到晚忙你的事儿，怎么怕继承不了遗产？要么说杨公子贴心呐，专门请来了我大师兄来治杨老爷，不像某人整天和一些市井小民在一起鬼混。你说的市井小民，该不会是我吧？韩轩，韩先生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再不来就要被某些人抢了你的风头。韩轩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。我师兄，就是他抢了我们至尊门的飞龙刀。哦，就是你小子抢了我们至尊门的飞龙刀。没错，但不是抢，而是正大光明的拿。你找死！哎，杨菲菲，你上哪找这么个极品？你该不会想说是他治好了爷爷吧？没错，就是他。这位先生，你师从何门何派啊？嘿，他是个摆地摊的。什么？摆地摊的？朋友们，大家都听到了没？一个臭摆地摊的说治好了我爷爷的厌食症，搞笑啊！菲菲，我知道你想抢功劳，但是你总得找个好点的货色吧？就是啊，虽说平时爷爷惯着你，但是也不能这么为非作歹吧？我觉得这也不能怪杨小姐，说不定真用了什么办法蒙骗了杨小姐。就这种下三滥的货，你们就都小心一点吧。我杨家可不是什么臭鱼烂虾都能来舔一口的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老爷到！爷爷，爷爷，您身子好些了吗？好多了。老爷，您看高明多上心，还给您特意请来了您的御用厨师朱先生。这次呀，还真是多亏了朱先生给您精心调理，身体才能好得这么快。杨老爷子看起来像是年轻了好些岁呀，这朱先生果真是厉害。哟，韩轩，你还在这儿不走，是等着我们大家请你吃饭呢？韩轩，大公子已经请你走了，你还不走？都耳聋了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！你这个混账东西！爷爷，我怎么了？老爷，这可不关高明的事儿啊，都是他带了个闲杂人等，来坏了您的宴会。哎，父亲，您别生气，都是杨菲菲干的好事啊，我这就让她消失。爸，该消失的人应该是你。老爷，这是为何呀？杨老爷这是怎么了？可能犯了糊涂了吧？爷爷，你可算是来了，再不来，韩轩就要被这些不长眼的人给欺负了。我看谁敢！杨承盛，吃了我的面还没付钱呢吧？你搞笑啊，韩轩！杨先生会欠你钱？你到底知不知道杨老爷是谁啊？那可是南城首富，会去吃你的街边摊吗？怎么可能呢？该死的东西，你竟敢直呼爷爷的大名！你才是个该死的东西！老爷，你怎么为了一个外人屡次打您孙子呀？就是啊，韩先生，是老夫教子无方。不过您放心，我这就叫这逆孙给你跪下道歉。什么？让大公子给他跪下？有没有搞错啊？杨老爷为什么对他这么尊敬？不知道啊。老爷，这可使不得呀！父亲，这是您的亲孙子呀！凭什么，爷爷？
他就是个出卖地摊的。就凭他是我杨长生的救命恩人。恩人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没错，治好我爷爷厌食症的人就是韩先生。这些无知的东西，还不赶紧给韩先生道歉！杨先生，我想您一定是搞错了吧？治好您厌食症的人明明是我们家大师兄啊！你算是个什么东西？这里什么时候有你讲话的份儿了？张嘴！活该！爷爷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一个星期以来，可都是朱大厨精心为您料理3餐的。您的恢复是得益于朱先生，而不是他。杨老爷，我怕您是被小人蒙蔽了。这些天，可都是我亲力亲为为您调理身体啊。对，没错，老爷，您肯定是被菲菲给骗了。真正救您的人是朱先生。朱大厨可是至尊门首席弟子，为杨老爷精心调理了1个多星期，到头来居然被一个摆地摊的给抢了功了。这，哎呀，怕不是真的老糊涂了吧？爷爷，今天你就算把我给打死，治好您的人就是朱先生，而不是他。你，爷爷可别气坏了身子。是啊，老爷子您保重。既然他说是他治好的，那就是他吧。什么叫是我吧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你治好了杨老爷，你敢跟我比一把吗？就是，空口无凭，手底下见真招。你敢跟我大师兄比一把吗？就他还不配。我看是你不敢吧？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朱先生是谁吗？至尊门首席弟子，也是你这种街边摊贩能碰瓷的。没错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是你治好了我爷爷，那就跟朱先生比一把。要是你输了，让他给大师兄下跪，还我飞龙刀，让他自废双手。你这太过分了！怎么，怕了？怕了的话，就地求饶认错，飞龙刀还给我。作为厨师，双手就是命，这朱光也太狠了吧！谁让他得罪了朱先生，活该。这下他死定了！小子，你敢吗？都给我闭嘴！韩先生，您放心，您若是不想接，没关系，这里没人敢要求您。没错，这赌约太狠毒了。老爷，您这么偏袒菲菲，怕是有失公允吧？就是。父亲，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听您的，但这一次我必须揭穿这小子的真面目，以防您受了小人的蒙骗呢。你们是想气死我不成？那若是你输了呢？哈哈，我输给你？这可是我今天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至尊门首席弟子会输给一个街边摆摊的？若是朱先生输了，我给你磕头道歉。我赠你1000万豪车，我赠你1000尺豪宅，我赠你家传青铜铲。我大师兄输了，认你做祖师爷我都行。首席弟子若能输，我加10万，我加100万，我500万。我若输，赠你琉璃火炉、极银砂锅，另外至尊门首席位置让给你。哎，大师兄，这2个都是咱们门的至尊宝物啊！首席弟子叔叔就是豪气呀，琉璃火炉、极银砂锅都拿出来了。首席弟子不知道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。不够。我们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东西啊，还嫌不够啊？我看你就是不敢，再多东西也没用。就是，爷爷，这下你看清楚他的真面目了吧？就是个骗子。首席弟子的位置我不稀罕，我要的是你跟我一样自废双手。你确定他只是青蓝火，投机取巧赢了你和蒋大卫？对，他那白菜汤只那么演。怎么，怕了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这回有好戏看了。朱先生，我愿不惜一切代价让他输。韩先生，那就让您受委屈了。
等您自证之后，我一定要让这些无知之徒付出代价。大师兄，这是我父亲祖传下来的宫廷青铜铲，助您一臂之力。好，孟大叔，当初你传我的这把青铜铲，今日我将重新夺回来。师兄，务必帮我把飞龙刀夺回来。放心，飞龙刀还有他的双手，我要定了。那谁来评判呢？难不成让杨老爷子？杨老爷子明显站在寒暄那边，有失公允。让我来如何？怎么又是他？御厨房顶级石狮秦若雨，据说她是当代厨神马志的未婚妻。何止，他还是御厨房的顶级石狮，由他来评判，公平公正。杨老，我代表御厨房前来恭贺您身体安康。韩先生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不行，他俩认识，这不公平。不公平！你是在质疑我御厨房，质疑我顶级石狮的评判吗？哎，秦小姐，您若能来评判，自然是我的荣幸。我相信御厨房顶级石狮自然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本次比赛食材不限，菜系不限，做法不限，2位选手均有1个小时的时间，有异议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师兄4大厨具皆为顶级，食材呢，我至尊门也是顶级。韩轩，我看你这次怎么斗！比赛正式开始。这可是18大名刀之一青龙刀，果然霸气。18大名刀青龙飞龙不是都在至尊门里吗？怎么会在他这儿？据说是蔡骏输给他的。放心，今天一定让他连本带利的还回来。不愧是首席弟子，这手鬼手刀功果然让人惊叹。就这刀功，哪能跟朱先生相比？韩轩，咱们不是有龙明菜刀吗？你为何不拿出来啊？对付这种人，还用不到龙明菜刀。哼，狂妄！韩先生看似刀工平平无奇，但实质内力深厚，每一片肉片都精雕细琢，高手。鲍鱼、海参、鱼翅、瑶柱、虾仁、蟹肉、墨鱼、鱿鱼，外加香菇、冬笋、火腿，这难道是要做8仙过海？什么8仙过海？8仙过海，采用8种极品食材，再加入高汤，用慢火炖煮8个小时，口感鲜嫩，汤鲜浓郁，是至尊门的极品佳肴。而且据说其功效能让人怎么？能让人产生抗体，百日不病。果然是8仙过海，百日不病，这么神奇？这珠光是拿出看家本领来了吧？如此功底，就算联名出来了，也要甘拜下风呢。这下韩轩死定了。鸡肉、鸭肉、鸽子肉、猪蹄、猪肘、猪肚、猪心，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这些都是便宜食材，跟朱先生的怎么比呀？韩轩呐，拿不出什么好料的话，我送你几道好不好啊？韩先生，你不用跟我客气的，我可以给你准备上好的食材，这些就足够了。我在御厨房多年，从未见过有人用过这么多的猪、鸡、鸭、鸽来做一道菜，这难道不冲突吗？就是，我师兄的这些东西叫做浓郁鲜美，那边叫什么？血腥冲突嘛，那不完蛋了吗？这下他输定了。哎。好，不愧是首席弟子，如此年轻，竟然内力已达红火。什么是红火？练习3年，内力可增加火炉功效，火焰呈淡紫色；10年内力为青火，20年为蓝火，30年为青蓝火，35年则是红火。
这相当于朱大厨拥有35年的功效，难能可贵啊！如果说我师兄的琉璃火炉、极银砂锅，还有青铜铲、青龙刀，就这几样东西就能把八仙过海做出超过50年的功效，哼，寒暄呢？你拿什么跟我们比啊？菲菲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做梦！他在干嘛？青蓝火，他为什么是青蓝火？青蓝火虽然比红火差一点，但如此年轻就能掌握青蓝火，也是少见。韩先生加油！就算你有青蓝火又怎样？那跟我大师兄还不是差一个等级吗？就是，而且无论刀工、火工、厨具还是食材，都不及我大师兄一条毛。你拿什么跟人家比？有菜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韩先生各方面确实略差一筹，可为什么我总觉得他的做法更为高级呢？父亲，您看看，各方面都不如朱先生的人，怎么可能治好您的厌食症呢？就是老爷，高明为了请朱先生，可是费了不少劲儿啊。这朱先生连续给您做了1个星期的料理，才调理好了您的厌食症，你可不能被这小人蒙骗啊！闭嘴！谁治好了我的病，我还不清楚吗？朱先生，您这是用力过猛了吧？那又如何？同样是青蓝火，我师兄也更胜一筹。请2位选手注意时间，还有1分钟。成了。哇，这味道太香了！就闻闻味道，就让我整个人神清气爽了。香味已经如此，果然是上等佳肴。太香了，太美妙了，我都飘飘欲仙了。八仙过海，韩先生，你还没好吗？时间快到了。我看就不用比了吧，直接判我大师兄赢就好了。确实是不用比了，已经分出胜负了。不自量力，朱先生已经赢太多了。哼，飞龙刀、青蓝火给你，你也不中用啊！最后5秒，开！就这？哼，失败了吧？一点味道都没有啊！高下立判。福寿全。什么福寿全？你东西都煮烂了，这不就是大杂烩吗？名字倒是响亮，可惜火候过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还福寿全呢？我看这全是一堆烂货吧。寒暄，这还用比吗？你现在跪下来求我，交出飞龙刀，兴许我还可以留你一只左手。别等会儿2只手都废了，连生活都不能自理呀！大师兄真是宅心仁厚，还愿意留他一条左手。寒暄，还不快跪下拜谢！要我说呀，不用对这种人宅心仁厚，直接2个手拉下去剁掉了。你们欺人太甚！菲菲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愿赌服输，要是我们输了，我们也得履行诺言。就是菲菲，你就是太单纯了，被这种小人给蒙骗了。我们呀，可都是为了你好。还没试吃呢，着什么急啊？今天们一个个的都逃不掉。死鸭子，嘴硬，自造临头了。见棺材不落泪，不知天高地厚。我看就不用给他留一只手了，我加价1000万，废他一条腿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们都同意。寒暄，过了今天，你可就是个自知残废的废物了。如果你现在求我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每个月给你几百块钱，给你买菜。没有单看食材模样就评判输赢的，最后还要从味道上来。就是，韩先生，你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都和您共进退。秦小姐，请吧。秦小姐，请吧。
好，简直太鲜了！鲍鱼、海参、鱼翅8种食材和汤汁完美的融合，入口的瞬间在味蕾中爆发，8种食材在口腔中绽放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抗体。秦小姐，您现在是不是觉得浑身非常的舒畅，没有任何的疲倦感，对不对？那么接下来的3个月，您将有抗体，并且所有的病毒都会一扫而空，且不会影响你的身体。这也太厉害了吧！爷爷，您的厌食症就是这么好的，这回您相信了吧？功效确实不错，味道属上品。寒暄，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要是你，早就夹着尾巴求饶了。为何无色无味？当然无色无味了，用了那么多垃圾食材，食物的本身用大火萃取，味道早已消失了。小雨，你叫我什么？秦小姐，还请快快服用吧。秦小姐，若是觉得难吃，就赶快吐出来吧。就是，别把身体吃坏了呀。无惧，秦小姐现在有抗体。师兄真有先见之明啊！这是什么？我的眼睛！它是在发光吗？这感觉怎么这么熟悉？发生了什么？肉香醇厚，不仅食材的味道没有被打碎，反而完全融入在汤汁当中，还有一股力量。这是什么功效？百毒不侵。百毒不侵。寒夜哥哥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研究一道菜。什么菜？一道可以让人吃了百毒不侵的菜。你什么百毒不侵？无稽之谈！你以为仙丹啊？张口就来，就连我师傅也不敢说制造这样的功效。就凭你，不是秦小姐，您可不能被他给骗了呀！都给我闭嘴！我堂堂石师，还分不清真假吗？我就知道，真正的大厨是不需要什么厨具，更不需要什么珍贵的食材，可不像某些人。我就不信我大师兄做的没你好。怎么了？你哑巴了吗？寒暄，你干什么？寒暄，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在这里伤人！当我杨家是无人了吗？来人，把他给我打出去！我看谁敢！爷爷，这人卑鄙无耻，不能留！住嘴！刚才明明是他想要毁掉韩先生的这道菜，你们是不是输不起啊？谁说我输了？秦小姐，你作为御厨房顶级师师，可要公平公正啊！那是自然，我以此令牌发誓，本次评选公平公正。这下玩完了，怎么了？我们输了啊！从做法、刀工、火候、味道、功效来评判，朱大厨为9分、9分、8分、9分、9分，这不是基本满分吗？谁能笑到最后，还说不定呢。这个分数稳赢了。韩大厨做法9分，刀工9分，火候10分，味道10分，功效10分。什么？3个10分？我宣布韩宣胜。这不可能！至尊首席弟子居然输了，那岂不是我们都输了？不是，秦小姐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朱大厨这么多顶级食材，怎么可能输给这些垃圾东西？你是在质疑我？韩先生果然是大厨啊！都给我听着，当初要不是我吃了韩先生的一碗面，我的厌食症还不会好。洪福、高明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父亲，我闭嘴！现在你们该给我履行承诺了。我给你磕头道歉。我赠你1000万豪车。
我赠你千尺豪宅，我赠你家传青铜铲。大师兄输了，认你做祖师爷我都行。我家10万，我家100万，我500万。我若输，赠你琉璃火炉、极银砂锅、至尊门首席位置，让给你。刚才你们说的，一个都跑不掉。没错，有我御厨房在，谁敢食言？看个热闹，输了500万。烛光，你个废物，害死老娘了！刚才是谁说输了要向寒暄磕头道歉，给豪车、给豪宅的？还有，是谁说要换我一条腿的？哎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过分？我若是输了，以你们的条件，岂不是更过分？就是，刚才是谁叫嚷着输不起的？给我向韩先生道歉！跪下！韩先生，抱歉。算你狠！哼，给你500万，拿去。废物，害死老娘了！呸！该你们了。哼！这个青铜铲真不错。这是我家镇宅之宝，我把它传给你，希望你发扬光大。师父，师父！琉璃火炉、极银砂锅给你，我们走。站住！哎，东西都给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是不是还有人欠我一句祖师爷啊？别跟我得寸进尺了！跪下！大师兄，祖师爷！韩轩，够了吗？不够！我要你自废双手！你说什么？人可以走，单手得留下。韩先生，这要是把珠光的双手废了，可就得罪至尊门了。韩先生，我提醒你，见好就收。废了至尊门首席弟子双手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韩轩，你做梦！痴心妄想！你有种，但是我这双手可是至尊门未来门主的手，你就不怕得罪我们至尊门吗？我不管什么至尊门，我只知道我若输了，我自废双手；但你要输了，你也得自废双手。江湖恩怨，愿赌服输。韩先生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啊！你这就是得理不饶人了。我得理不饶人？我今天要是输了，以你们的条件，那不得早把我撕碎了？哼！今天这个恶人我就当定了。我双手在这儿，你要拿便拿去。大师兄，我看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。哎，你来飞呀，废物！师兄，我的手！师兄，你给我等着！我告诉你，你完了！龙明菜刀，韩轩竟然有龙明菜刀，这可是传说中第1代厨神韩烨的配刀啊！他竟然有龙明菜刀，刚才竟然不用，还赢了烛光。原来都在他们手里，这就难怪了。爷爷，这小子是彻底得罪至尊门了，咱们呢，还是跟他划清界限为好啊！就是老爷，他太过分了。都给我闭嘴！我杨家与韩先生共进退，从今天起，韩先生为我杨家的御用厨师长。什么？父亲，
这万万不可啊！这一幕，我好像在哪里看到过。终于又能和龙明菜刀产生感应了。韩先生，请放心，无论如何，我杨家绝对与您共进退。啊，我知道其他3大厨具的下落了。在哪儿？在玉龙门。什么？你说赢了你夺得龙明菜刀的人，刚刚在杨家打败了朱光？没错，他肯定是靠龙明菜刀赢的。东德楼这群废物，藏了那么久的龙明菜刀，以为是赝品。要是龙明菜刀落在我的手上，今年的厨神争霸，我必夺魁。师傅，您手持虎啸锅铲，若龙明菜刀到手，肯定天下无敌。只可惜这龙明菜刀，师傅，不好了，师傅，有人来踢馆。什么？谁呀？好像叫什么寒暄。什么寒暄？师傅，龙明菜刀送上门了。哈哈哈哈！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走起！韩先生，这玉龙门门主高大山可是10大名厨的第5位特级厨师，比蒋大卫、朱光的实力都要高了一个层次，不容小觑啊。没错，而且虎啸锅铲是否在他这里还有待考量。果然是你。哼，你就是寒暄？正是。听说你打败了蒋大卫和朱光啊？师傅，都是些投机取巧的卑劣手段罢了。说说吧，想来干嘛呀？我想跟你比一把。寒暄，你不会以为你赢了朱光和蒋大卫就天下无敌了吧？我师傅可是玉龙门传人门主，10大名厨排第5，你凭什么敢挑战他？就凭这个，够吗？龙明菜刀果然在你这儿啊！龙明菜刀，他居然有龙明菜刀！你若是赢了，我这把龙明菜刀就归你。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。韩先生，你这赌的也太大了吧？这可是龙明菜刀。韩先生，龙明菜刀价值连城，得来不易啊。说，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不过，你若是输了，我要你的虎啸锅铲。你说什么呀？我搞不懂你说什么。这么说来，虎啸锅铲不在你这儿？不在我这儿。行，白来了，走。哎，站住！师傅。虎啸锅铲果然在你这儿。哼，没错，不仅虎啸锅铲在我这儿，过了今天，龙明菜刀也是我的啦。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师傅，此人有些邪门，他似乎会一些将普通食材做出神奇功效的能力。不怕。哎，小子，既然你来挑战，那规矩就由我来定。没问题，但实施必须是秦小姐。没问题啊，我相信御厨房的招牌啊。不过本次挑战，咱不比菜品。那比什么？比什么？一招定胜负，比炒法呀。海轩，这不公平。玉龙门本就擅长炒法，一招八卦炒精妙无比，再配上虎啸锅铲更是不凡。他这明摆着就是在刁难你。怎么怕了？怕了就滚出去，大喊3声：“我是废物！”滚！怕？来吧！真答应了，找死！跟我师傅比炒法，哼，没死过。我师傅位列10大名厨之中，凭借的就是这一招八卦炒，再配上虎啸锅铲，就算是10大名厨之首的李大出来了，也不敢小觑。这小子死定了！
寒暄，不能答应。就单比一个炒法，你的龙鸣菜刀根本无法发挥作用。他这是在给你下套。高大师，这确实有失公允。什么有失公允啊？既然来挑战，规矩就是这么定的。不敢挑战，现在滚蛋！对，还是那句话，怕就滚出去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杨小姐，我没有异议。好啊，杨小姐，她都答应，你着什么急？你是对她没有信心？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双方选手开始吧。青铜铲还算有点眼力劲儿。哼，就算你有青铜铲，比起我的虎啸锅铲，那也是云泥之别啊！对付你啊，足够了。哼，狂妄，铲来！不愧是名门八卦炒，以左手为轴，如游龙戏珠一般，使食材均匀受热，同时结合了八卦的乾坤震巽坎艮兑，在食材中完美的展现。话里胡哨。虎啸锅铲果然威力惊人，锅里的食材如同猛虎下山。田小姐果然好眼力，不愧是御厨房的石师。我师傅这手八卦炒，再加上这虎啸锅铲，就算是当时的马厨神来了，也不一定能赢。何况一个地摊佬。这可怎么办？好香啊！完全将配料的香味释放而出，果然是大厨啊！寒暄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来投，你以为真的可以傲视群雄了吗？这妄想挑战我们师傅，不知道天高地厚啊！赶紧放下龙鸣菜刀，滚！小子，你现在要是认输的话，留下龙鸣菜刀，我不为难你。寒暄，不用再浪费彼此时间了，还是认输吧。你这八卦炒确实有点东西，但不多。你原本想把食材的味道全部逼发出来，但却忽略了配比的重要性。蒜香味太过了，以至于压过了葱姜。看来虎啸锅铲给你，你也不中用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。靠一张嘴谁不会？有种你来露一手啊！孟大叔，你在天之灵，助我一臂之力吧。这简直就是在乱炒啊！就这，传说中的打狗炒。打狗炒？什么打狗炒？30年前称霸天下的孟家大师自创的打狗炒。可是孟大师他误入歧途，嗜酒烂赌，欠人家钱财，被挑断了手筋。可惜这打狗炒失传了。这样才对。我成了，我终于成了，我终于练好了。孟大叔，我已经做到了，但你也看不见了。打狗炒法看似杂乱无章，却乱中有序，在高速猛炒下，却不破坏任何一味食材，并且还能让每一味食材散发出它独有的香味，完美融合。韩先生果然厉害，真有这么厉害？嘿，孟大师他早就死了，这不可能是打狗炒。打狗炒。我仿佛身处于大自然之中，与葱姜蒜融为一体。
师傅师弟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跳的愧有洋相的。师傅，师傅，我怎么了？你刚才在跳舞，胡说八道！你们俩再跳，给我滚远点！韩轩，你搞这些花里胡哨的，你以为你就能赢吗？对啊，我能不能赢？怎么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你给我闭嘴！你这混账玩意儿，凭的是给我丢人现眼！我不服，我不跟你比超法了。师傅，为什么呀？你再给我多说一个字，我弄死你！我那是因为你师傅已经输了。高大师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只比超法，怎么要加赛？那可是另外的价钱。好啊，秦小姐，请评判吧。从食物到火候、保鲜度、香味结合、技术、炒法，两位选手都不相上下。听见了吗？相差无几，我师傅还没输。但是，韩先生的炒法已经加入了功效，单凭这一点，韩先生的手法就更胜一筹。所以，打狗炒胜。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他娘的！你不是说他只会点火候吗？我被你害死了！我怎么会这样？高师傅，愿赌服输，虎啸锅铲交出来吧。不行，我不跟你比了，我要跟你比一道完整的菜。好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厨神争霸赛，你若能赢我，龙明菜刀、虎啸锅铲都给你。好啊，拿来吧，老东西。我们走。恭喜韩先生，同时拥有了龙明菜刀和虎啸锅铲。7日之后的厨神争霸所向披靡。接下来就剩凤舞火炉和青顶玄锅了。能同时拥有这两种神具，已经是万中无一了。我已经让官方打探了消息，但火炉跟玄锅就像人间蒸发，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知道在哪。爸爸，我记得这里，在很小的时候，外公带我来过。是啊，你外公就是在这里做了20年的厨师首席。只可惜他被人暗算，扫地出门了。走吧。哎呦，这位爷，您可真会吃啊！这道金玉良缘可是我们这儿的招牌菜，用上好的鸡肉搭配鲍鱼、花菇慢火炖煮而成。你们就是这么招待顾客的吗？我要吃的是你们这首席厨师做的，若不是啊，这道菜我是不会付账的。琼姐、彭厨来了个识货的，一看就知道这不是老鬼师傅做的。看来是来找茬的。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是这儿的老板娘，这是您要的金玉良缘。菜确实是老鬼做的，但用的是普通的锅巴。我要吃的是用青顶玄锅做的。先生，您这样让我们很难做。难做，那就不要做好了。你住手！你谁呀？师傅，别跟他废话，这家伙一看就是来找茬的，给他手脚打断，扔出去。老鬼，你可还认识？他是谁？也是孟师兄的孙女儿。孟大师的孙女，她是……师傅，怎么回事？他是谁啊？我便是孟大师的传人韩轩。
你就是你害死我外公的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！我别听他胡说八道啊！他们纯粹是胡说八道呢。来人呐，心虚了。把他俩给我轰出去！住手！琼姐，她一看就是来闹事的嘛，我钱多了，轰出去就完了。孟大叔乃我天海盛宴多年的主厨，3年前他离奇死亡。老鬼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老板娘，您就不相信我了吗？那孟师兄，我们俩是师兄弟，你想想，我怎么能痛杀我的师兄呢？再说了，我师兄根本就没有后继传人，他肯定就是个冒牌货。好一个欲盖弥彰啊！我是不是冒牌的？我有一个办法就能验证。什么办法？这道金玉良缘，我也会做。你，哼！金玉良缘，那可是我和孟师兄共同研制的一道菜，根本就是传男不传女，连孟小姐都不传，还能传你？那，你敢跟我比一把吗？敢吗？这提议不错，老鬼。若是他能做出金玉良缘，那便说明他就是孟大叔的传人。若是你谋害的孟大叔，我绝不留你。当初就应该断草除根，我以为他是个废物，就放了他一马。好，他若是做不出来，或者说没我做得好，您说该怎么办？若你赢了，我跟你跪下磕头道歉，行吧？并且，这把龙明菜刀当做补偿。龙明菜刀？你有龙明菜刀？真的是龙明菜刀。好，咱们就这么办。但是你若是输了，你就去孟大叔墓前跪守3年，并且交出青顶玄锅。金玉良缘虽然是孟山主创，但这道菜必须要加上青顶玄锅，效果才能发挥出来。你跟我做，找死你！好，就这么着。若是师傅拿下龙明菜刀，这届厨神争霸赛，师傅有望夺冠啊！哼，小子，就算你有龙明刀又如何？这道菜需要的是这口锅。鬼门18斩，我也会。鬼门18斩，你从哪儿学的？怎么，只允许你们会，别人就不会啊？就算孟山教你鬼门18斩又如何？我40年的功力，你拿什么跟我比？咦，我做金玉良缘3年，跟师傅的差距就在这内火上。恰好这道菜，火力最为关键。除了火焰，青顶玄锅更为重要。他两者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跟师傅比啊？红火，是红火。他跟我差不多年纪，怎么可能会红火？看到没？就算他能驾驭红火，1分钟也就没了嘛，肯定是功力不足了。不到1分钟的红火，不要也罢。他下了什么？
私自改良，自找没趣。起！还用比吗？哼，高下立判了吗？从食材上，它这改良过的金玉良缘不算正宗；从火力上呢，它的红火又昙花一现；从炉具上，它的极阴炒锅不及我们的青顶玄锅的1/1000嘛。小子，你输了，赶紧给我师傅磕头认罪！别着急啊，既然是一道菜，那等品尝完再说嘛。我试一试便知。老鬼的金玉良缘一向是我店的招牌名菜，老鬼水准依然在线，让人神清气爽，气脉畅通，止痛化瘀，上等。哈哈哈，谢谢老板娘的夸奖。请。味道上有点差异。怎么了，琼姐？我多年的宫寒、月痛，竟然好了！这不可能啊！金玉良缘顶多就是止痛化瘀，这老毛病根本化不了啊！这才是真正的金玉良缘，这才是孟师傅的金玉良缘啊！师傅，梦山究竟还是留了一手啊！老鬼，你到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的？孟大叔对你不薄呢。哼，他对我不薄，如果对我薄，就不会留这一手了。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是吧？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我天海盛宴的首席厨师，青顶玄锅也不再归你。小心小心！琼姐，好厉害的掌法呀！师傅，韩先生，他跑不到哪里去的。他谋害孟大师的事情，我会替你做主。韩先生，能帮我再做一道金玉良缘吗？啊？我母亲卧病在床，可以请先生出手相助吗？天海盛宴大老板秦夫人，司马先生，我母亲怎么样了？你母亲虚弱多年，气血不通，加上年纪大了，要调理。先生，你放心，我花了好多年用名贵中药调理的去瘀丹，配合针灸，你妈妈还是有救的。谢谢先生。就是什么？哦，师傅啊，您那去瘀丹也太贵了。是，想想，您用9981种药材炼制了3年才成啊！您想想，里面都有1000年的人参、阿尔卑斯山脉的雪莲，以及还有昆仑山的龙骨草。最难找的是那个红姜啊，找了3年了，有钱都找不到啊！对呀，还有那个非洲的犀牛角呢，花了我多少钱呢？差点被抓。先生请放心，只要能救活我的母亲，再名贵的药材，
在所不辞。多年心血炼成的去瘀丹就在这里了。哎，秦先生，请冷静。这个去瘀丹是我师傅花了半辈子去炼制的，价值1个亿。啊！1个亿！啊！1个亿！觉得贵吗？如果你觉得贵，1个亿就算了。就算了。我自己也舍不得用了。司马先生，救救我母亲吧！救救我母亲吧！1个亿就1个亿。太感动了，太感动了！看在你德高望重的老太太身上，谁让你这么孝顺呀？这一次，我就要救你的母亲。管家，给我拿1张1个亿的支票来。是，少爷。好，百善孝为先。这孝顺真感动啊，真乖呀！哎呀，1个亿啊！司马先生，司马先生，司马先生！现在有你这样孝顺父母的儿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救你的母亲。你看看，我一定尽全力救的。没问题，你放心，你放心啊！就一个普通的药丸，放心，居然卖出天价！说什么？我说，就这么一个破丹药，居然能让你们卖到1个亿，你们还真不怕把自己给吞死？这是谁啊？这青琼，他是谁啊？大哥，这是我为母亲请来的御厨。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一个厨子？是厨子？我以为是什么人，原来是个炒菜的。我看你是不想让母亲好了是吧？这个是我从名山上请下来的神医司马先生，专门给母亲治疗的。真是水浅王八多呀！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自称为神医了。你说什么呀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一个厨子也敢在这造次！告诉你，我师傅悬壶济世、行医救人的时候，你小子还在你妈的娘胎里呢！悬壶济世，我看是坑蒙拐骗吧？你这个炒菜的，你说什么？小姐，我看你是专门来找这个人过来跟我作对的呀。青琼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大哥，他是韩先生，他的厨艺非常高超，做的菜能让人止痛化瘀，他绝对能救母亲的病。够了！你上次请的老鬼已经验证了一切了，单凭一道菜是救不了人的，还是给他点钱，让他回家吧。大哥，老鬼跟他完全没有办法比的呀，韩先生绝对可以，我发。如果一个炒菜的可以治病，我们大夫都不用。谁说厨子就治不好人？或许其他厨师不行，但我就可以。秦老夫人积郁缠身，内忧不通，但我确实可以治，而且分文不收。少笑死人了！治不好人，难道你还想把钱拿走不成啊？秦先生，你说清楚了，现在要我去救老太太，还是要这个厨子啊？当然是司马先生了。大哥，他你了解清楚了吗？虽说这1个亿我秦家出得起，但是什么药这么贵的？大哥，小心被人坑骗了。秦小姐，我看你是铁了心决定用厨子来救老太太。话说清楚啊，
如果那个厨子救老太太，他有什么事情就不关我的事了。够了，秦琼，你赶紧让他给我滚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大哥，琼姐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既然你口口声声的讲你的神药能治好秦老夫人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啊？凭什么跟你赌啊？你若赢了，我再追加给你1个亿。你就凭你有1个亿吗？我确实拿不出。那你说个屁呀！琼姐，你可信我？他没有，我有。赌什么？就赌你治不好秦老夫人。夫人积郁多年，气血不通，就算要治，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情啊。那如果说我能治呢？我说了，我判你1个亿啊！师傅，好，一言为定。果然是神医啊！母亲醒了。哎，师傅，你说你用尽所有的功力来运转九转真法，你这个伤啊，估计要几个月才能恢复得了喽。没关系，能够救老太太，我就算是短寿10年都没问题。多谢司马先生。你们看看，他已经面色都转红了。哼，装的倒挺像的。母亲，青琼，你看见了吗？母亲服用神药，神医针灸治疗，母亲已经有了好转。你赶紧让这个厨子滚蛋吧。哎，秦小姐，愿赌服输，你应该不会食言吧？司马先生，刚才都是这个厨子欺骗了我妹，你看这事儿可否作罢？不行，虽然你是孝顺父母，但是也要讲信用的呀。就算是我们输了，我们也会给你1个亿呀。对呀。母亲，母亲你怎么了？母亲，师傅，你对我母亲做了什么？冷静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司马先生，这事儿可如何是好啊？要是这老家伙死了，我肯定东逃弃救啊！有了！啊，这个炒菜的小子不是说可以炒菜治病吗？你这么厉害，那就给他炒菜了。只要吃了他的菜，老家伙死了就跟你无关了。韩先生，请您救救我母亲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指望他？司马先生，还是拜托您了。好了。这是什么？琼姐，赶紧给老夫人服用吧。喝一口汤，以为就能好了？哼，白日做梦！无知小儿，毫无作用吗？早说了别喂了吗？母亲，九儿，母亲，九儿，这是师傅，对，发光了。我感觉
浑身畅爽无比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可真是神了！母亲，是这位韩先生救的您。胡说！明明是我师傅的功夫。是啊，很明显是他吃了我的丹药啊，跟我的针灸啊，才这么精神的。就是，你看，你无耻啊！你这干嘛？你干什么？不做什么，我只是想了解一下，你们口中所谓的极品仙丹还有多少？这么多！哇，还有说明书！6味地黄丸地黄丸，大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俩就是骗子！怎么回事？哎，等等，我记得5点钟还有个重要的病人要去看。哎，对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了。来人！你们把这2个庸医拿下！等，轻点！我的1个亿呀！我的1个亿呀！韩先生，这次多亏您了。韩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了，这不怪你，你只是救母心切而已。谢谢韩先生大恩大德，不管韩先生有何需求，只要我们全家做得到的，绝不推辞。秦老夫人，我还真有事想要请您帮忙。还是差了一步，明日的出神争霸，要是没有凤舞火炉，诗诗，妈妈，宝贝儿，想不想妈妈？妈妈，诗诗啊，你先去客厅玩会儿。你来干什么？当然是回我家了。老公，别这么叫我，你爸死的那天，你就带我去民政局离过婚了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难道就不念咱们的旧情？难道就不想我？你抛弃我们2个的时候，我们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不为自己想，你也不为诗诗想。他还小，你想他没有母亲吗？你抛下我们的时候，你有想过诗诗吗？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看最不要脸的那个人，倒是你啊！哎，当初要不是我爸收留你，教你做菜，还把我嫁给你，你会有今天。行了，别说了，说吧，你来干什么？至尊门出10个亿，要买你的龙明菜刀，只要你愿意卖，我就愿意跟你复婚，以后咱们一起过日子，如何？10个亿，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啊！我知道以前是我错了，但现在只要你答应，以后我就一直跟着你，怎么样？你不配！哎，韩轩，我告诉你，至尊门已经想到对付你的办法了。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要是再执迷不悟，明天你只会死得更惨。请你回去转告他们，让他们等死。好，那你就等死吧。哼。你还有完没完？怎么了？啊，是你啊，韩先生，我刚收到消息，明天的厨神争霸赛，至尊门和御龙门同时向御厨房施压，更改了比赛规则，怕是要针对你。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好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
为什么？5年了，我还是没达到激活的状态。韩印，你终究还是对我留了一手。师傅，说，您更改的规则已经生效了，确定了，明天要挑衅您的人会参加。什么？有没有搞错啊？一个摆地摊的也敢当众挑衅我？就算他敢来参赛，也无需师傅您亲自动手。至尊门、玉龙门、东德楼所有大厨，再加上我，一定亲自教他做人。寒暄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本事。3年一次的厨神争霸赛就要开始了，不知这次的冠军会花落谁家呀？据说这次大赛那是高手如云呐。3年前凭空崛起的马志力压众位高手，夺得了厨神之位，成为了第2代厨神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继续连任下去？只可惜3年前要是寒夜厨神没有出世，恐怕未来30年内基本没有人能追得上他呀。寒夜，那是绝世天才啊！可惜，至尊门门主徐伯康到。至尊门门主徐伯康，那个是10大名厨榜上排行第2的人物呀。据说上一次的厨神争霸赛，只略输于李老和马志。李老已经隐退，最有可能在马志手上接手厨神之位的，就是他了。据说这3年，他一直在研究一道新的菜品，就是为了这届厨神大赛。哼，要是让我拥有4大厨具，就算是马志，也休想赢我。师傅，龙明菜刀就在韩轩手上，可他油盐不进，不上当。无妨，今天我就让他吐出来。他要是今天敢真的来，我就让我血来无回。哼！玉龙门高大师到。玉龙门高大师也来了，哎，那可是名厨榜排行第3的人物呀。传闻中他还有神器虎啸锅铲。什么？那高大师的八卦炒本来就是天下一绝，这次他再加上虎啸锅铲，这次比赛那就是至尊门和玉龙门的比拼了。哈，徐兄，久仰久仰。我跟你说，今日我可不是为了这厨神之位来的。那你是报仇？东德酒楼名厨蒋大卫到。蒋大卫来了。听说10天前他在东德酒楼输给一个摆地摊的。何止啊，他还把一个神具龙明菜刀当成了赝品，这不打脸了吗？嘿，我要是蒋大卫啊，我可就不敢上这儿来凑热闹喽。你说什么？两位好。你守着龙明菜刀却当成赝品，真是暴殄天物呀！名厨姜贵到。你老小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我自知实力不如2位，但今天来，我只有一件事，还望2位成全。什么事儿？找回面子了。那你得往后排排了。老鬼，你还没死呢。你死了，我都没死。老鬼，他不是隐退了吗？看来这是有人也惹到你了。不会，我们要对付的是同一个人。南天堂堂主薛平到。北派银刀何文正到。南派大厨冯明康到。看来这次厨神争霸大赛还真是高手如云呐。北派银刀何文正，南天堂薛平，
还有鼎鼎有名的南派冯明康大师都来了。还能有谁啊？我可真是好奇了。御厨房房主秦海，御厨房秦小姐到。秦小姐来了，快看，御厨房房主大人都来了。听说这次厨神争霸赛就是他主办的，本次比赛的所有人物都是他亲自挑选。哎，他还是本场比赛的实师呢。秦师好，秦师好，秦师好。诸位不必多礼。人都到齐了吧？父亲，还差一人。还有谁？就我之前跟您说过的那位韩先生。秦小姐，就今天这个场面，我恐怕他是不敢来了。怕是不会来了。没想到他胆子这么小，不敢来了。估计啊，吓得屁滚尿流了。厨神争霸赛，迟到者取消比赛资格。厨神争霸赛，迟到者取消比赛资格。我看他是不敢来了。我还以为他有多大的本事，终究是上不了殿堂的街边摊贩。时间快到了，请秦师主持比赛大会吧。他不来，我怎么拿回我的青顶玄锅？我觉得可以再等等。他不来，我找谁报仇？找谁拿我的虎啸锅铲？他就是你们口中的那个厨子，我看也是个不入流的阿猫阿狗罢了。那还不是为我师傅要出山这事儿，弄得不敢出来吗？我看他就是不敢来了。谁说我不敢来的？啊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好，好，没迟到吧？小子，你终于来了！今天我要让你跪地求饶，从我这儿拿出来的东西，我让你给我吐出来！韩轩，你还真敢来啊？你不会以为你那三脚猫的功夫能和真正的大师比吧？韩轩，今天高手如云，根本就不用我师傅出手，就凭高老师还有老鬼大师，他们两个随便一个都能干掉你。你小子吹牛可别带着我呀！就是他们两个，手下败将而已。我今天我闹死你不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别往后排排，我来，我的。喂！你们三个老东西就不要再争了，你们三个全部加起来也对付不了我。老鬼，你不去守孝3年，还敢来啊？我在孟山的坟地里已经给你找了一块风水宝地，等你死了的时候，我一块给你俩守灵。看来你还真是记吃不记打，不长记性啊！你，安陆奇到。什么？他怎么会来？天下堂？难道是厨神3年前创立的天下堂？安陆奇啊，据说是当代厨神的关门弟子，无论是炒法、刀工还是火力，都是当今30岁以下第一人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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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呜呼哇呜哇呜呼呜呼呜呼。哎，见过秦师、秦小姐，4位长辈。安陆奇，你个小辈，我看你还是别来凑热闹了。我师父说了，这次厨神争霸是高手如云，正好什么？正好让我清理一些废物。你说谁是废物？啊！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，不要误会！我不是说你们是废物，我是说你们3位都是废物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师父说了，这次比赛不用这么多杂鱼烂虾的。找死！我们好歹都是10大名厨，虽说你师父是当代厨神，但是你也不过是个小辈，竟敢口出狂言！名厨凭的是真本事，不是资历。我来会你！
黑金刀，36道之首的黑金刀，好刀法！黑金刀居然在他手里，连刀都拿不好，还说不是废物。不愧是厨神的爱徒，你们3个 out。一招击败3大名厨，这真是恐怖如斯啊！断水流刀法，这招不就是我当年教给马志的断水流刀法？哦，看来还有只漏网之鱼啊！你看是我送你走呢，还是你自己管？安陆奇，这是厨艺大赛，不是比武大赛。这下有好戏看喽！我师父说了，厨神争霸至高无上，别让那些阿猫阿狗拉低了档次。小子，我给你的面子，拿着这个滚吧！真是好大的口气呀！区一个断水流3层境界，竟如此嚣张。看来你师父马志平时没少牵着你到处狗飞呀。你说什么？这小子，他说什么？肯定完蛋了他！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你师父马志到这儿，都不敢这么跟我说话。看来你是真的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敢妄议当代厨神。安陆奇，我要是你的话，现在就一刀劈死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小心！呀！什么？他也是断水流刀法。安陆奇输了，黑金刀碎了。这不可能，他还没有农民菜刀呢。梦山捡了一个什么怪物？我都成男友又回来了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他也会断水流刀法？当代厨神的接班人，30岁以下无对手的安陆奇，一招就输了。你怎么会断水流刀法呢？断水流刀法是厨神马志自创的，你怎么会？什么时候古法断水流是马志所创的？好刀工，天下有如此刀工之人，老夫只见过3个。谁？其一便是当代厨神马志，其2便是你，其3便是第1代厨神韩烨了。韩厨神，那可是传说中的绝世天才啊！何止呢？他还是马志的师傅。传说他15岁就名震天下，18岁天下无敌，20岁就已经是1代厨神。只可惜天妒英。这安陆奇是不是完了？厨神大赛啊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，如果选手失去了自己的配刀，便是放弃了比赛。不服，我要挑战你！不服给我憋着！你 out！ 啊！不要，给我一次机会！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啊！滚回去，叫你师傅提头来见。什么？他怎么敢的？他居然敢当众挑衅厨神！韩轩，想要挑战当代厨神，你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没错，今天这么多人都想挑战厨神，你算哪根葱？你就是韩轩是吧？想挑战我师傅，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了。时辰已到，请各位选手就位。本次厨神争霸赛现在正式开始。本次比赛规则，5位选手皆有1次挑战机会，胜者累积1分，由积分高者获胜。想要挑战厨神，先过我这关。至尊门徐伯康挑战你。就你啊，不够！好大的口气！加上我呢，也不够。还有我呢，还有我。糟了，我们都要挑战韩轩。什么？都是冲着他来的？哎呦，4位大厨一起，那不就是拿他刷分吗？就是，要是我的话，赶紧回家退赛，还在这儿丢脸干什么？我抗议，这比赛有失公允。本次大赛乃我御厨房和当代名厨共同制定，
毫无问题，抗议无效。父亲，这次出神大赛，这几个人明显就是冲着这小子来的，就看他到底有没有什么本事了。4大名厨挑战1人，这谁顶得住啊？可不止，他们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赛系进行挑战，他只要输1人，便是满盘皆输。谁先来送死？好大的口气！我先来会你。手下败将，放马过来吧。秦氏大人，本次我挑战的是川菜麻辣龙息肉。川菜，这是蒋大卫的看家本领，寒暄不可大意啊。寒暄，你要是输了，龙明菜刀归还于我。刀就在这，有本事就来拿嘛。什么？龙明菜刀？他若刚才用的是龙明菜刀，我岂不是……上次我大意失荆州，这次我绝不会重蹈覆辙。极品龙息辣椒，这可是上等食材，2位选手的食材完全在不同的档次啊！连龙息辣椒都没有，我看你怎么做出龙息辣椒肉。这不是输定了？极品龙息辣椒，价格昂贵，味道精美，那是做龙息肉的最好食材。哼，看来有人怕是第1关都过不了了。这麻辣龙息肉，据说是用龙息辣椒才能做出的色香味俱全的极品佳肴，而这极品的龙息辣椒，则是能让人血脉通畅，不惧严寒。它，哼，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不是把辣椒锻打成泥了吗？看来是急了，哼，等死吧！好香啊！不愧是极品龙息辣椒，辣而不呛，再加上青蓝火焰的爆炒，把香味全部都迸发了出来。呛！就这，毫无厨艺可言。你们是怎么输给他的？这小子之前不这样，应该是故意的。不管他是不是故意的，这局输定了。麻辣龙息肉没辣椒的，这还怎么赢啊？秦师，我觉得没必要比了。论火候，他没有内功；论食材，他用普通辣椒剁成泥；论颠勺，更是不如蒋厨，高下立判了。做成这样，狗都不吃。这都不用试吃了。会不会做菜啊？白献了这龙明菜刀！闭嘴！我一尝便知。请。秦师，您没事吧？快来拿水，给秦大师漱口。肯定是秦师觉得难吃死了。我宣布，本轮的获胜者，寒暄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有失公允！不可能啊！凭什么？就凭这道菜，是我平生吃过最好吃的麻辣龙息肉。
蒋厨，你怎么了？难道这道菜内有乾坤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的菜品不是靠猛烈的火候和名贵的食材，而是恰到好处。恰到好处。你的龙息辣椒确实是极品，但是呢，你没有发挥出它真正的功效来。一句话，华而不实。我说了。什么？废，简直丢了10大名厨的脸。就这么认输了？让我来挑战你，我挑战的是至真菜。龙、啸、九、天。什么？龙啸9天？这是至真菜系之一，将9种鱼进行切割、拼凑、挪移，极其考验厨师的刀工、掌控力。何止啊！不光考验刀工，还考验雕工呢。想要把鱼的形状雕成龙的形状，难如登天，恐怕连我师父都难以做到。这回我就看你拿什么来。怎么着？你怕了吧？怕了的话，现在就把虎啸锅铲给我留下，要不然的话，给我磕3个响头，滚蛋！别浪费时间了，要玩我们就玩大一点。什么意思啊？你，还有你这个老东西，一起上吧！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不想陪你们一个一个的玩，我的目的不是你们，一起上吧！少给我太猖狂，不知死活！韩先生，您的意思是您要同时做3道菜，挑战3位名厨？没错，见过嚣张的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嚣张的呀！一个人同时做3道菜，还要跟名厨比，就是马志厨神也不可能做得到吧？对呀，父亲，这是不是不合规则呀？这倒不是不合规则呀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你要为你的决定后悔的。老家伙，赶紧做菜，赶紧比吧。下回买好点的。这可是你说的，那我便成全你。去。绿火绿火，你居然修炼出了绿火！绿火，这是顶级火力了吧？全天下除了马志，再无第2人。我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王山，是你一辈子都达不到的境界。不可能吧？我跟他差距这么大吗？凭什么？我苦练多年都无法掌握绿火，他竟然……因为绿火靠的不是练出来的，是天赋。难道我爸没骗我？是万中无一的厨艺天才。难道我错了？不对，一定不对。老鬼先生，王山，我终于还是敌不过你，我弃权了。你去守孝3年，我可以教你金玉良缘，最后一招。什么？你可说的是真的？寒暄，我对不起你，师父。这就弃权了？真是废物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老东西，说什么？
我师兄慧眼识珠，可是生了个女儿却是个瞎子。你说什么？说的是你。有一个绝世天才，在你面前不珍惜，却守着一个不入流的废。你说，你不是瞎子，又是什么？我也没办法呀，闭嘴。我本以为我这一招对付马志的时候才会使出来，小子，是我低估了你。又是离火，今天厨神争霸赛真是大开眼界了呀！九刀流生绿火，韩轩，你拿什么和我师傅比？别忘了还有我呢！你也配做厨师？古法之凌空斩，好刀法！花里胡哨。什么？左右开弓，火力与刀弓并进，难怪他可以挑战3人。寒暄，你到底是谁？父亲，这个功法难道不是？一定跟他有关系。我想起来了，初代厨神就用过这个绝技，左右开弓。难道他是初代厨神的传人？初代厨神？不可能啊，那可是马志的师傅。什么？不可能！一模一样啊，真是太强了！同时做2道菜，还能跟高大山一拼呢。模样相同又如何？还不得看味道和功效。师傅成了！居然是百鸟朝凤！百鸟朝凤用9种鸟禽，分别炒、煎、炸、烤、煮、焖、腌、卤、爆9种方式，再搭配9把名刀，将其片成薄片，如同百鸟朝凤一般。雕工堪称至尊菜中最难的古法，这道百鸟朝凤一个字，绝！本来这道名菜是用来对付马志的，是你小子自寻死路。百鸟朝凤这道菜，就是马志来了，也不一定能够赢。韩轩，这回你还不输吗？龙啸9天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但这百鸟朝凤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就算他有龙鸣菜刀，他也绝对不可能复制出这道菜啊！搞什么？这不是球吗？你给我们看个球啊！这道菜是我独创的，名为凤玉9天。什么凤玉9天？不过就是个球嘛！真是浪费我师傅这道至珍菜。韩先生，这真的是道菜吗？就算有龙鸣刀如何？会左右开弓又如何？是啊，小子，不用比了吧？你输了。既然2位选手都做出了菜品，我一尝便知。这还用试吗？高下立判呢！再多嘴你就滚蛋！啊！你看他骂我！那是掌事人啊！龙啸9天，色香味俱全。怎么样？尝尝。好，好，好。父亲，你没事吧？
我从未吃过这种味道。这是鱼吗？是鱼，我将9种鱼的鱼肉融为一体，口味独特。什么？你怎么可能将9种不同的鱼肉混在一起，做成一个新的物种呢？不可能！新物种？也就是说，寒暄一道菜做出了新的生物了？想不到，师傅又输了。虽说龙啸9天，分别出9种味道，已是难得，但是真正的龙啸9天，就是一种新的味道。没错，如果高处是至臻上品，寒暄的便是至臻绝品。师傅，滚一边去！我就不信这个球能赢得了我的百鸟朝凤。谁说这是个球的呀？我什么都看不到了。凤玉9天，百鸟齐飞，这是神级菜品。神级菜品？不可能！厨神到！厨神驾到！看，厨神旁边有2位天骄，一位是武梦曼，一位是石初雪，他们是马雉的师妹。师妹，寒暄，真正的厨神可是到了，你赶紧滚吧！在我师父面前，你们都是垃圾。不错，当年寒夜厨神一共收了3位徒弟，一位是马雉，一位是武梦曼，一位是石初雪。恭迎厨神驾到！恭迎厨神驾到！喂，寒暄，厨神大人到了，还不跪啊？厨神乃是厨艺界至高无上之人，但为厨师者，面见厨神必须以最高礼仪接待。寒暄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寒暄，这是礼仪。就他不配。他刚才说什么？厨神大人，看来有人瞧不起你呢。你找死！你敢大逆不道！看招！寒暄，小心！梨花针。什么是梨花针？无影无形，快如闪电，无人能挡。传说是厨神寒夜的独门秘技，凡中此针者，3炷香之内如果没有解药，将会失去全部功力。吴小姐，你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！他敢侮辱我师兄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几斤几两。寒暄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师父磕头认错，兴许我师姑还能赐你解药啊！就这，所谓的梨花针也不过如此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梨花针无影无形，无人能接，他怎么能接到呢？看来你师父也没有把你们给教明白呀！你敢说我师父？你知道我师父是谁吗？找死！那就先教你一招。师姐，他到底是谁？梨花针法可是寒夜的独门秘技呢。我跟你拼了！哎，师兄，杀了他！小子，你找死啊你！不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杀了他！马雉，这里是厨艺大赛，你想干什么？谁敢在这里蛮横无理？秦师，是您啊，好久不见了，您身体还安康啊？马雉，今天邀请你来，是参加挑战者的挑战，不是叫你来扰乱大会的。是，秦师，你说的对，是我无礼了，我只是跟这位小朋友玩玩而已。你这玩笑未免也太过分了吧？若雨，你生气了。今日我除了接受挑战以外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
盘龙钻戒，除神之戒。若雨，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！天哪！厨神当众向秦小姐求婚。听说呀，秦小姐3年前就因为一纸赌约，成为了马志的未婚妻。他不会来了。不，我赌他会来。倘若他不来呢？那我便嫁给你。唉，可惜，最后他还是没来。3年了，我给了你3年的时间了，我相信你不会食言。若雨，你若不想嫁，那便不嫁。有你什么事啊？哼，堂堂的厨神，难道要当众逼婚啊？寒轩，人家是3年前的婚约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只知道，秦小姐要嫁的是厨神。难道他不是吗？他是不是还没定论呢？你说什么？相信我。你的意思是，你就是厨神了？秦师大人，快宣布结果吧。今天厨神争霸赛选手技惊4座，厨神争霸赛的冠军得主是寒轩。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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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群废物！神级菜品，我自愧不如。不过小子，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想要成为厨神，必须得打败上一届厨神，方能成功。不明白，只是刚刚赢得了打厨神的资格而已。3年前，马志便做出了神级菜品，更是深得厨神寒夜大师的真传呢。想要战胜他，难啊！好，既然你想挑战我，那别说我不给你机会，我是不是打败这个废物，你就能给我机会了？嫁给他！对，若谁获得本次厨神，我便嫁给谁。好，那我就把这个废物给弄死了，蝉联了厨神之位，哼，再娶你。看来这次玩大了。初璇，我怎么感觉这人这么熟悉呢？熟悉个屁！本次厨神之位将由寒轩挑战马志，不限时间，不限菜品，不限做法，一轮定胜负。请2位选手做好准备。我不管你是谁，挡我者死！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马志在刀具上略输一筹啊！哼，什么？屠龙刀？这可是与龙明菜刀齐名的厨具，没想到竟然被马志得到了。天蚕斩！屠龙刀！这就是神级菜品的力量。 3年前可都没有这场面啊！马志的刀工又长进了，再加上屠龙刀，明显比寒轩强上一丝。据说这黄金国产重达100斤，能摧枯拉朽，将食材搅动，快速入味。什么虎啸锅铲？打狗场！倚天长！什么？他居然有龙鸣菜刀，还有虎啸锅铲，而且功力还不在师兄之下。他到底是谁？竟有如此本事？3年前，为何他没有参加厨神争霸赛？为什么我那种感觉越来越激烈？能够将龙鸣菜刀、虎啸锅铲如此神乎其技的，
难道是？过来，师傅来了。霸王锅，据说是韩烨传给他的，至今有上百年历史了。什么？金鼎玄锅？你是从哪里得来的？师傅失踪了5年，我一直在找4大神具，没想到竟然在你手里。难道凤舞火炉也在他手上？我完全看不出来谁强谁弱，两人的刀工技巧相差无几呀，就连厨具都是平级，看来难分胜负了。哼，你没有凤舞火炉，你怎么跟我斗？糟了，马志的功力火候本就技高一筹，再加上没有凤舞火炉，那韩轩肯定比不过了。凤舞火炉，我看你拿不拿得出来你。韩轩，凤舞火炉呢？火炉都没有，输定了。韩轩，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。看来马志要蝉联厨神了。何止啊，连秦小姐都要嫁给他了。拿不出来，输定了。好大的绿火呀！如此美丽，再加上青鸟火炉，如今胜负已分。怎么了？你输了？我看就别浪费时间了，群师直接宣布结果吧。韩先生，你真的放弃了吗？爸爸，韩轩，接着。怎么会在你这？是秦老夫人给我打的电话，让我这就把这个东西送过来。好，凤舞火炉，真的是凤舞火炉啊！我的天哪，他一个人竟然聚齐了韩烨出身的4大厨具呀！4大神具，他凭什么？这都让他找到了。韩先生，臭小子，我知道你挺厉害的，居然把4大神具都找到了。但是，就算你有4大神具，那又怎样？你现在没有时间了，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。你连火都还没开呢。什么？只剩5分钟了吗？糟糕，是我们送来的太晚了吗？何止是晚呢，这简直跟没送没有什么区别啦。马志已经用绿火炖煮了30分钟，就是拥有凤舞火炉，再加上绿火，神仙也难敌呀！何止是神仙啊！现在就算初代厨神韩烨过来，也无力回天了。这是，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有什么用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张三丰啊！天地玄黄，日月银号，火焰星君，3枚真火，急急如律令。好强大的火力！青蓝火又如何？跟我师父的绿火还差好几个等级呢。我承认你有2下子，那又怎样啊？你有绿火，你现在也改变不了什么。哈，是这样的吗？那如果我这样呢？什么？金火？传说中的金火，只有韩哥会金火，难道他？韩轩加油，爸爸加油！金火，居然是金火！什么是金火？就是传说中的3味真火，此乃神火。传说中只有厨神才会拥有，在近100年当中，只有1个人能够达到。难道他是韩烨？难道他是韩烨？不可能，韩烨不是5年前隐退了吗？再说，他也不像韩烨呀。韩烨哥哥，是你吗？不，这不可能！金火，我都还没练到呢，你怎么可能练到呢？爸爸太棒了！这样，韩轩是不是就赢了？南叔，我不管你是谁，厨神是我的。对，
厨神是他的。时间到！龙凤呈祥！我的天哪，这居然是古法中的神级菜品！当初这道菜可是韩烨的看家本领，没想到马志学会了，真是青出于蓝呐！韩轩，时间到了，该你了。这么巧，咱们做的一样啊！我也是龙凤呈祥这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会有一道菜还能让人忘乎自我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到底是谁？呈祥，居然是师父的龙凤呈祥，是你吗？不，你不是人，你是鬼，你是恶魔，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我要杀了你！孽徒，今天就收了你的一切。没错，我就是韩烨。我就知道是你，我早该认出你了。师父，徒儿想你啊！他真的是厨神？韩烨真的就是你？哈哈，我输得不远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的内功全都没了。师父，这5年你去了哪里？你问问你的师兄吧。不是这样的！5年前我就把他杀了，他怎么还活着？这是不可能发生的！你说什么？我爹当年捡的原来是厨神？不，爹，我糊涂师父，我错了。恭迎厨神归位。恭迎厨神归位。